700多年前，元世祖忽必烈2次东征日本，先后一共派出4800艘战船、17万大军，组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海战舰队，其规模仅次于2战的诺曼底登陆。这支强大的舰队2次攻入日本本土，却2次遭遇台风来袭，最终折戟沉沙，功亏一篑。日本据此认为是天皇显灵掀起神风，击退了强大的元朝军队，使他们免遭灭国的命运。到太平洋战争后期，节节败退的日本便以神风为名，组建了一支自杀式特工队，试图以这种肉弹战术来扭转战争局势。离奇的是，一场超强台风也在悄悄地逼近美军舰队，历史似乎将再次重演。1945年，美军经过惨烈的跳岛战役，终于抵达日本的大门冲绳岛。该岛距离九州仅有530公里，是进攻本土的最佳跳板。这里更是日本战争机器的输血管，无论是从中国掠夺的铁矿、煤矿、玉米、粮食，还是从东南亚抢来的石油、橡胶，都必须经由冲绳岛进入本土。只要拿下这座战略枢纽，就能彻底切断日本的战争命脉。因此，美日双方都在这里蓄积底气，一定要拼个鱼死网破。为了赢得这场关键性战役，美军出动了1500艘舰船、50万士兵，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中最大的一场，也是最后一场岛屿争夺战。进攻之前，美军按照惯例对冲绳岛进行了狂轰滥炸。这场天崩地裂的钢铁台风持续了整整3个月。4月1号，首批登陆的美军没有遭到任何反击，四周连声枪响都听不到。这种情景和硫磺岛登陆时极为相似，但在硫磺岛，美军才上岸探头，便遭到了日军从纵深射来的密集火炮。而这次美国军舰也随时准备着进行火力压制，但日军始终一炮未发。50分钟后，1.6万名美军顺利地登上了冲绳岛，大家都在为意料之外的死刑缓期感激不尽，一些士兵甚至怀疑是不是登错了岛。由于日军没有设防，美军几乎不费一枪一弹就轻松拿下了2个关键机场。次美军畅通无阻地穿越岛屿中部，成功将整座岛一分为二，把北部日军和南部主力隔绝开来。接着，美军兵分2路，沿着东西两岸的道路继续推进。面对这个没有敌人的战场，一些士兵干脆把枪收起来，悠闲地玩起了斗地主。他们沿途采摘水果蔬菜，甚至拉来牛马猪羊，热火朝天地办起了野外烧烤大派对，一个个欢乐的就像是来度假。登陆第3天，北部的美军沿着岛屿深入到一片崎岖的群山八重岳。此时四面八方骤然响起猛烈的炮火，无论往哪个方向跑，都难以躲避日军的迫击炮弹和机枪的扫射。一时间，美军的伤亡人数急剧攀升，仅1天便有数百人倒下。此时他们才恍然意识到，自己已经踏入了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中。这次负责防守冲绳岛的牛岛满采取了纵深防御的策略，这里的地形就像一只赖皮狗，中心地带布满了崎岖不平的丘陵山谷，犹如锯齿般纵横交错。所以牛岛满放弃了近岸的平坦区域，任由美军登陆，自己则带着10万大军藏于深沟高垒之中。为此，他将八重岳和手里的关键山脉全部挖空，修筑了大量的地下工事，这样既能躲避美军压倒性的海空力量，又能据险而守，静待美军自投罗网。美军顶着密集的火力，缓慢地向山上推进。经过4天的艰苦战斗，终于以伤亡1000人的代价占领了八重岳，而守卫这里的日军仅有2000个，这让美军意识到敌人必然还有更强大的力量藏于其他地方。4月4号，当南部的美军小心翼翼地推进到首里一带时，突然遇到一堵坚固无比的日军阵地。仅仅4天，美军的伤亡便超过1500人，且寸步未进。通过卫星地图可以直观地看到，日军防线是依托一条凸起的横断山脉而建。这条山脉犹如起伏的波浪，布满了天然洞穴。日军巧妙地利用了这一地形优势，将洞穴稍加扩大后，用隧道全部串联起来，并沿着深谷洞穴构造了一套庞大的防御体系，包括碉堡、战壕、坦克陷阱、炮兵阵地以及狙击手阵地。整体攻势组成一条长达12公里的防线，贯穿整座海岛。可以这样说，牛岛满已经把整条防线镶嵌到了山脉里。而坚守的日军足有8万，他们大多藏在山峰的反向斜坡上，彼此构成了一个密集的交叉火力网。防线中央则布置了经验丰富的炮兵，可以随时对任何方向的进攻实施精准打击。密集的迫击炮能以1秒1发的速度落向进攻区域。4月19号破晓，美军派了3个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进攻。头40分钟，美军一共向日军防线倾泻了2万枚炮弹，但日军全躲在坚固的山洞里，等炮击停止后又立即返回地面。所以美军的炮弹基本只是听个响，
平均每100枚炮弹才能炸死一个日军。在炮火支援几乎失效的情况下，美军的坦克也困在了崎岖的山谷中，动弹不得。数百名日军甚至冲下山来，用炸药包摧毁了22辆谢尔曼坦克，创下了太平洋战争中的单日最高纪录。此时美军唯一的方法只能靠步兵正面强攻。他们绘制了详细的战场地图，标注了每个洞穴和碉堡的位置，仔细寻找着日军的火力盲区。随着火炮的掩护，步兵渗透到标注的死角中，用手榴弹和火焰喷射器逐一清剿地下工事。每一座峰峦、每一条山脊、每个岩洞的争夺都异常惨烈，战线的推进速度只能用厘米来计算。这条镶嵌在山脉中的防线，如同一台绞肉机，不断吞噬着美军的生命。到5月初，美军伤亡已攀升至2万多人，超过了塔拉瓦和塞班岛战役的总和。战斗的残酷让士兵们身心俱疲，1.4万名士兵甚至出现了无意识呆滞症状，被以非战斗伤亡的名义撤离战场。当牛刀满死死拖住地面的美军时，日军大本营集结了所有飞机，对美军舰队发动了一场代号为菊水的自杀式进攻。这便是我们所熟知的神风特工队。这是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发动过最猛烈的一次神风攻击。此次战役，他们一共出动了1900架飞机，对美军舰队实施了自杀式俯冲。袭击造成26艘军舰当场沉没，164艘舰船被撞坏，4艘航母严重受损，超过4900名美国海军死于非命。比起美军的战斗机，神风特工队是一种远远领先于时代的武器。决意自杀的飞行员就像一枚智能导弹，可以根据战况巧妙地规避打击，即使在最后一刻也能再次调整航线，命中目标。他们往往能穿过美军的层层拦截，直接撞击航母暴露的舰桥，或穿入机库引发连环爆炸，其命中率高达24%，远高于常规空袭。这种武器还有个独特优势，不用考虑返航的燃油问题，作战半径直接提高了1个倍。那这些飞行员为何心甘情愿地去送死呢？这源于日本长期以来的军国主义教育，他们利用神道教对飞行员进行精神洗脑，宣扬战死是一种自我进化，能与天皇的圣灵合为一体。一位佛教学者甚至将神风战术和禅宗结合到了一起，声称这种自杀式进攻能让人抛开自我，达到彻悟的境界。实际上，自杀式攻击是枯本节源的日本不得不采用的一种战术，也是最具性价比的攻击方式。太平洋战争后期，日本那些老练的飞行员也损失殆尽，新补充的飞行员只有短短几小时的飞行时间，大部分人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射击和导航训练。相比复杂的俯冲轰炸、鱼雷攻击或空中格斗，驾驶飞机直接撞向敌舰是个比较简单的动作，即使是新手也足以驾驭。反正这些菜鸟到了战场上几乎难逃一死，那么自杀式战术无疑会让他们死得更有价值。同时，神风特工队还具备一个核心的宣传价值，就是日本真的可以凭借精神力量抵消美国的科技优势。不过到了战争末期，神风飞行员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许多人开始以发动机故障为借口返航，有的则在附近迫降以逃避任务。更令人唏嘘的是，一些飞行员选择在故乡附近坠机，也死得离家更近一些。5月底，守立防线上的日军死守不退，美军的攻势陷入停顿。就在这时，一场持续10天的暴雨将战场化为了无边无际的泥潭，深达3米的积水让道路变成了河流，营地化为了沼泽，坦克和推土机也陷入1米深的泥地里，几乎动弹不得。随着前线部队的弹药、食物和饮用水全部耗尽，士兵们只能顶着瓢泼大雨，跨过齐膝的泥路，将补给送到前线。与此同时，卫生状况也在急剧恶化，雨水灌满了散兵坑，空气中弥漫着伤口的腐臭气息，腹泻和痢疾在士兵中肆虐。正如一位美国军官说的，把25万人困在一条战线上3个星期，却没有任何处理排泄物的设施，那么他们等于在一个巨大的粪池中作战和睡觉。相比之下，日军可以从容地退回洞穴避雨，继续在干燥健康的环境中顽强抵抗。离奇的是，6月5号，一场超强台风就像长了眼睛一样，朝着美军舰队直扑而来。几乎每艘舰船都遭到重创，4艘航母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有233架飞机被吹出舷外，36架飞机当场报废。试想一下，如果美军还在使用古代的木质战船，必定会全军覆没，重蹈援军的后辙。然而，不管是神风特工队还是台风，局部的失利都无法改变美军压倒性的优势。美军不仅有充足的兵力、舰船，国内工厂还可以源源不断地送来军事物资，而日军经过2个月的激战，已成了强弩之末，没有人员轮换，更没有新兵补充，补给也渐渐耗尽。随着天气转晴，美军再次展开了猛烈的攻势，战斗惨烈到一座山峰在1天之内竟然易手11次。
最终弹尽粮绝、鸡皮交加的日军终于被持续不断的攻势所击垮。当美军逼近手里的核心堡垒，准备展开最后的决战时，发现牛岛满已经带着残兵逃走，至于他的指挥部早被美军猛烈的炮火夷为了一片平地。接着战役进入了最后的扫荡阶段，这次美军不再靠火焰喷射器为蛮干，而是空投了数十万份劝降书，告诉残余日军这只是一次军事失败，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们应该团结起来，推翻腐败无能的军政府，拯救这个国家。劝降书巧妙地避开了投降一词，让他们将矛头对准了内部的大毒瘤。这个策略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效果，上万日军开始有秩序地举着手走出山洞，这是太平洋战争中首次出现大规模的日军投降。不过仍有一些散兵英勇继续坚守在残存的碉堡中负隅顽抗，其中最有名的是横井庄一，他藏在关岛茂密的丛林中，一直生活到1972年才被发现。在这27年里，他靠吃水果、坚果、蜥蜴、蟾蜍充饥，用芦苇制作陷阱捕捉猎物。平日他只喝煮沸的水，以避免生病。他还在地下挖了一个防空洞，安装了竹墙和地板，堪称日本版的鲁滨逊。其实早在1952年，横井庄一就得知了战争结束的消息，但由于无法接受投降带来的耻辱，便一直躲藏在丛林中。直到1964年，他仍然和其他拒不投降的日本兵保持联系。1972年，当横井庄一回到日本后，举国轰动。面见天皇时，他仍带着笃定的目光说道：“陛下，虽然世界已经改变了，但我为您效劳的决心永不改变。”由此可见，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长期洗脑下，国民已经完全丧失了个人价值观和个人意识，脑子里全是对天皇的愚忠。经过82天的惨烈争夺，美军终于拿下了冲绳岛，但几乎没有人庆祝胜利，精疲力尽的士兵们只想回家。此次战役，日军一共阵亡了9万多人，美军的伤亡人数则高达4万9千多人，其中阵亡人数是1万2千多人，负伤人数是3万6千多人。这是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伤亡最惨重的一次两栖作战。尽管美军已经站在了日本的家门口，但在本土列岛还有无数个像横井庄一那样视死如归的士兵等着和美军决一死战。根据美军司令部的估计，进攻日本本土伤亡可能会高达100万人。这对惜命如金的美国来说是难以承受的。刚刚上任的总统杜鲁门开始考虑采用一种新的方式来结束战争，这个决定不仅改变了战争进程，也永远改写了人类历史。